没有一个东西我会永远拥有，可是我们一生很多东西都放不下。我是蒋勋，我想把台北的生活做一个舍离吧。就2014年的10月中下旬，我到了池上，那到现在已经是5年了。池上它一直有一个有名的东西，就是米，用自然的农法种出全世界最好的优质的稻米，让我们看到了最美的稻田。那我被邀请做驻村艺术家，来池上以后，我一面走一面看风景，我就发现说，它其实是场卷。这个175公顷的这个没有分割的农地，它在时间里面在流动。大埔村是一个废掉的老式宿舍，已经50、60年没有人住，我就一直在大埔村想要把这个家的感觉找回来。它其实当时我进去，真的凭良心讲很简陋，可是我当时从红门推开一进去，我就吓一跳，因为它完全是我童年的家的样子。红砖墙、木头的窗户、绿色的油漆，然后有很大的院子。2个卧房都是筒铺，现在换了床。家里安一个神坛，其实是安心。最后一个住在那边的老师没有把神坛带走，那我就继续拜。我觉得那里面有一个对天地的敬重，那就是平安这2个字。有个小院子，我可以知道下雨了、刮风了，太阳可以照在那个地方。经过那个院子就到画室去，里面的光线很特别，树影会打在那个画布上，红砖墙上的那个香蒜藤开得这么漂亮，我就好想用那个紫色，那个偏红的紫来画画。我觉得灵感是生活，如果没有灵感，就是没有生活。都5点到7点的时候，我觉得是光最漂亮。海岸山脉的光，整个像一个 spotlight 打光打在整个西边。早上在大坡池那样走一圈，走到2个小时。再过一阵子，就是完全是残荷，那荷梗也非常漂亮，有点像书法的线条一样。唐诗说：“留得残荷听雨声。”他就提醒你说，没有荷花也很好，就另外一个季节，可是可以欣赏另外一种风景。到那个豆包店，看他们作业，然后吃点豆包，就回家画画了。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快乐的事。其实农民的生活里面，艺术本来就有一点遥远。我觉得他们教我的东西，比我教他们的东西要多得多。池上给我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自然秩序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跟着节气走。池上这个小小的这个农村，连续好几年他们在这边办池上艺术季。钢琴家就在收割的稻田里面弹钢琴，也可以看云门舞集。谷仓美术馆最早是一个破旧的仓库，整个形式空间没有变，保留大家共有的一些记忆，让池上人有一个表达自己艺术的机会。
池上书局60年的老书店。那2只猫好玩得不得了，猫的睡眠时间很长很长，画它或拍它很容易，因为它不动的那个状态很多。我随性记录我每一天，我就是手机拍的。那批东西现在在展出，它不在美术馆里面展，它其实在我常去的小店，它就会看到。人离开什么东西活不下去？空气、水、土地。来了池上以后，我觉得我在池上好富有，因为一个健康的生活才是美的。这5年，我觉得我做很多这一类的功课，就是说什么东西可以放手，而不要到最后放不了手，很痛苦。